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昂，欢迎来到四高轻钢讲堂的第4集。本集呢，继续为大家介绍轻钢房屋建造过程中屋面桁架的安装。在屋面桁架安装之前，我们依然需要对所有的墙体垂直度进行一次复核校正。这里我们使用的工具是水平仪，施工方法和第2级墙体垂直度校正的方法相同。对所有墙体校正完毕后，我们开始定位桁架的安装位置。首先根据一层屋面桁架的布置图，找出桁架在墙体上的安装位置，再根据图纸中的位置尺寸，在墙体的顶导梁上依次标出相应的安装位置。视频中红色标记处即为桁架连接件的安装位置。根据节点图在标记的位置处，我们需要安装连接件 H1A。连接件与墙体使用盘头自贡钉连接，打钉数量见图纸。连接件安装在墙体的外侧还是内侧，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定。当所有的连接件安装完毕后，接下来我们需要先定位脚桁架 T1 和边部最大的桁架 T8。这里为了确定桁架 T1、T8 的安装位置，我们采用同心圆相交的方法来确定这里脚桁架45度的安装位置。我们先以 W4、W5 两面墙体相交墙角的外侧点为出发点 O，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，再向墙体两端取相同的距离 L， 并分别在墙体的顶表面标记出 A 点和 B 点。接下来分别以 AB 两点为圆心 ，L 为半径，在组合柱顶面画弧，弧的交点为 M。用弹线弹出墙角 O 点与 M 点的连线，来作为脚桁架 T1 安装的中心线。再根据图纸中脚桁架 T1 的挑沿尺寸，来确定 T1 的安装位置。脚桁架与 L 型连接件采用外6角自贡钉进行连接，打钉数量见设计要求。脚桁架安装完毕后，再根据图纸尺寸，测量标记出 T8 在组合柱和墙体顶面的安装位置，以及挑沿的尺寸。T8 安装位置确定后，再用与 T1 相同的打钉方式与连接件进行相连，与脚桁架 T1 间连接见相应图纸。T1 和 T8 安装完毕后，接下来开始安装其余的桁架。首先在 T1 和 T8 挑沿外端连接一条细线，来作为挑沿的基准参考线。根据图纸，此线距离墙体外边缘为300毫米。再用同样的方法做出另一侧挑沿的基准线。当然，在风力比较大的户外施工时，为了避免细线的误差，也可以用帽型杆件固定两端，来代替细线的参考作用。这里为了保证所有桁架安装时下底面在同一水平面内，我们需要在桁架下线杆的底面间安装限位杆件。接下来我们根据图纸要求，定位安装桁架 T2。桁架 T2 与墙体和脚桁架 T1 的连接同 T8 的连接方式相同，采用此方法依次安装剩余的桁架。当所有的桁架安装完毕后，我们开始在桁架处安装横向支撑。根据规范要求，楼板桁架之间需要用到横向支撑。横向支撑分为水平支撑和交叉支撑。具体交叉支撑和水平支撑的间距以及打钉要求见相应的图纸。根据规范要求，我们这里用来演示屋面桁架无需安装横向支撑，这里只是为大家简单演示下横向支撑的安装。内隔墙与桁架采用自制连接杆连接，固定方式、间距及打钉数量见相应的节点图。这里补充一点，如施工中遇到需要双拼的桁架时，桁架间的连接方式见相应的节点图。这里我们使用 U 型连接件来连接桁架的斜扶杆，并用盘头自贡钉进行连接。到此我们就完成了所有桁架的安装。